聽我講，女怕摸鐘，男怕摸頂。咩意思啊？女就怕一摸中間，男就怕摸頂噶啦。吓，咁中間同個頂係咩嚟㗎？你估下啦。嗱，中國係一個禮儀之邦，從古至今都好多規矩嘅，尤其喺男女關係、女性品德上面就特別多限制啦。如果邊個違反咗呢啲禮規嘅話，唔單止會俾處罰浸豬籠，仲有可能面對一世嘅唾罵。咁據講，好多禮規都係出於西周初年周公開創嘅周禮。譬如話喺西周之前，男女關係係好混亂嘅，咁所以後嚟周公就規定啦，男女之間要成咗親之後，先至可以同床共枕。咁所以後嚟就將呢一個男女開車嗰單嘢叫做周公之禮啦。又譬如話7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，意思即係話喺細佬哥7歲嘅時候就要知道男女有別啦，唔可以坐埋一齊食嘢嘅。咁又譬如老祖宗經常講嗰句女怕摸鐘，男怕摸頂。咁呢個鐘同頂究竟係乜嘢嚟嘅咧？吓，點解要怕呢？咁先講下女怕摸鐘咯。呢個鐘其實指嘅就係我哋條腰，言下之意即係話女子條腰係唔可以隨便咁俾人摸嘅，因為條腰係女子比較隱私、比較敏感嘅部位嚟嘅，所以唔摸得。咁依家都係啦，如果有人摸你條腰，你都會覺得好肉酸，周身唔聚財，係咪？可能仲會兜巴星過去。更何況喺古代男女授受不親嗰個年代。喺古禮上面就有規定啦，男女之間係唔可以直接親密接觸嘅，就連遞嘢趁機摸下手仔都唔得嘅。要點樣呢？你擺低得噶啦，我自己攞。所以你仲去摸人哋條腰嘅話，就會被視為係唔尊重女性，係登徒浪子嘅咯。一世佢都會抬唔起頭做人，會俾人哋講閒言閒語，話不守婦道啊，話不忠貞，影響到名聲，日後就好難嫁人噶啦。咁呢啲都係因為以前封建社會男尊女卑嘅思想導致，男權比較嚴重，女性就係男性嘅附屬品。古代嘅女子必須要依賴住丈夫嘅家庭先可以生存落去，所以對於女子嘅言行舉止啊、衣着打扮嘅束縛就有好多好苛刻啦。尤其喺衣着打扮方面啊，規定女子唔可以袒胸露臂，係咪？唔可以露出個膊頭啊，唔可以打出個心口，露出條腰大髀都係唔得㗎。咁樣就會俾人視為係傷風敗俗、品德低下噶啦。咁腰部咁隱私嘅位置，萬一露出嚟俾嗰啲登徒浪子輕薄一下，喺古人眼中就等同於喪失貞潔，從此喺屋企冇晒地位，仲有可能俾丈夫休埋，一世都抬唔起頭做人。例如話《明史列女傳》入邊就記載咗有個古仔，話說有位姓陳嘅寡婦，佢生前係好嚴格咁遵守男女有別呢個禮節嘅，就連死嘅一刻佢都要保護自己嘅貞潔。佢後生嘅時候係嫁咗俾一位姓李嘅人家，不過冇幾耐夫君就瓜咗啦，咁之後佢就一直守寡，後嚟返咗外家住，每日都足不出戶，拒絕同男子交往。一直守寡守咗30幾年，直到斷氣嘅時候都仲喺度同屋企人講唔好揾男子嚟抬佢條屍啊！咁屋企人就冇擺喺心上啦。等陳寡婦一斷氣嘅時候，就揾咗幾隻大隻佬過嚟幫佢穿衣入棺啦。點不知呢個時候陳寡婦忽然之間彈咗起身，坐咗起身，好似回光返照咁，仲喺度大鬧：我都叫咗你哋唔好揾男人嚟噶啦，你哋班人嚟做咩噶？哇！呢個時候嚇到佢屋企人全部走夾唔唞。雖然呢個古仔係唔知真定假吓，不過可以睇得出古時候嘅女子係好睇重男女有別呢個禮俗嘅。咁男怕摸頂又係邊度啊？托頂啊！點解唔摸得呢？啲武將白城冇一個托頂啫嘛。至於男怕摸頂嘅頂，指嘅就係頭部咯。咁依家就話興摸頭殺啫，但係古時候嘅男子嘅頭就唔可以隨便俾人摸嘅，因為頭部代表咗男人嘅身份地位、權利嘅象徵，係一個男人嘅尊嚴嚟嘅，所以唔可以立亂摸。咁實際上，男怕摸頂係由藥罐之禮延伸出嚟嘅觀念。咁藥罐之禮係起源於我國西周時期。當時候嘅男子只要年滿咗20歲，咁屋企人就會擇一個良辰吉日，請一班親朋戚友過嚟見證男子喺宗族祠堂入邊舉行一個成人禮啦。咁實際上就係幫男子戴3層帽。第一層就係用麻布整嘅，叫做織布冠，意味住男子有考取功名、進入仕途、為國效力嘅資格啦。咁第2層帽就叫做皮弁，係用白色嘅鹿皮整嘅，即係軍帽。
代表住男子有參軍打仗、保家衛國嘅資格啦。而第三層帽就叫做素冠，係用紅黑布整嘅，代表咗男子自此以後就可以參加宗族入邊重大嘅一啲祭祀活動。咁呢一個就係藥冠之禮啦。咁後嚟就延伸到男人嘅頭就代表咗男人尊嚴嘅象徵，所以後嚟令到好多男子認為頭係不可侵犯嘅，未經同意係唔可以隨便摸，女子唔摸得。除咗係父母長輩喺男子細個嘅時候表示關愛嘅時候摸之外，其餘情況摸嘅話都會被視為係唔尊重、係羞辱嘅行為。咁其實又唔單止古代，現代好多男士們都好反感俾人摸頭，一嚟整亂個髮型啦，二嚟嘅話就會覺得唔尊重，會刻意咁避開啦，係咪？呢一個就係女怕摸中，男怕摸頂啦。咁呢一句話其實亦都係用嚟告誡後人，男女之間要互相尊重，唔好係又摸係又摸至得噶，要尊重女性，唔好做啲出格嘅事，係咪？好啦，到最後問下你，你又接唔接受到俾人摸中或者係摸頂嘅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